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，苹果公司将停止其在美国的先买后付服务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新的分期贷款计划。用户今年晚些时候在使用 Apple Pay 结账时，可以通过信用卡、借记卡和贷款机构获得分期贷款。接下来这条，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将于周二出席美国参议院听证会，就737 MAX 飞机坠毁事故进行答辩。他将承认公司存在文化和工厂缺陷，并重申禁止报复举报安全问题的员工的政策。下面这条，麦当劳终止与 IBM 的2年合作，该合作旨在测试人工智能 AI 在得来速订单中的应用。经过测试，麦当劳计划在本月底前移除系统，并计划在年底前做出未来的语音订单解决方案的明智决定。让我们关注博通股价持续上涨，创下历史盘中新高。在上一季度营收超出预期，并宣布10:1拆股后，股价飙升。近几个月，包括沃尔玛、墨西哥卷饼烧烤连锁店和英伟达在内的多家大型公司宣布拆股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联邦法官暂时禁止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和南方2个州的雇主遵守一项联邦法规。该条例要求为员工提供堕胎休假和其他工作场所便利。下面这条，普京感谢朝鲜支持其在乌克兰的行动，并表示两国将密切合作以克服美国主导的制裁。此次访问是为期2天的会晤，普京将首次访问朝鲜，并会见金正恩。两国将共同反对西方建立多极世界秩序的野心，以及他们认为非法的制裁。接下来这条，受更广泛市场风险情绪提振，石油本周迎来最大涨幅，抵消了原油前景参差不齐的影响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因一起据报道威胁了美国农业检查员安全事件，暂停了部分来自墨西哥的新恶劣装运。让我们关注美元周二小幅下跌，延续此前对欧元和英镑的跌幅，因市场对法国及右翼政府风险的担忧消退。尽管美国国债收益率隔夜上涨，但美元未能从中受益。投资者正等待关键零售销售报告和美联储官员的评论，以便更好地评估降息的时机和步伐。澳大利亚元徘徊在其过去1个月的交易区间的中间位置，预计澳大利亚央行将于当天晚些时候维持利率稳定。下面这条，黑石集团计划收购日本数字漫画发行商 Infocom， 出价约为2800亿日元。Infocom 将在其所有披露文件准备就绪后宣布其董事会对于收购邀约的决定。下面这条，丰田股东大会支持所有公司提案，包括保留创始人孙子丰田章男担任董事长。公司建议拒绝气候相关游说活动的年度报告提案。丰田因车辆认证测试造假丑闻而备受关注，但公司表示努力实现2050年碳中和。下面这条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暗示7月可能加息，但市场对此持怀疑态度。央行宣布6月将大幅削减债券购买，但细节将在7月31日董事会会议结束时披露。下面这条，澳大利亚央行维持利率不变，关注国内通胀压力。欧洲数据较少，焦点转向法国大选。美国零售销售数据和美联储官员讲话料受关注。日本央行行长表示，下月可能加息。日元反应平淡。下一条，中美承诺加强防务和技术合作，并解除长期存在的双边战略贸易障碍，以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强硬的态度。最后一条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，特斯拉正在制定面向表现优异员工的股票补偿计划，以提振此前宣布的裁员和销量放缓带来的士气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